大家好，欢迎观看居家101，我是阿杜。今天我们要来安装瓦斯炉。我其实比较喜欢电磁炉，因为安全一些，而且安装也就只需要插电就好。新一点的电磁炉还有全平面的面板，也比较好清洁。不过炒菜的妇女就喜欢用瓦斯炉啦，因为火又快又大，而且的确大火炒出来的的确比较好吃。我们以后有机会也会说一下。我们今天就来安装这个新的瓦斯炉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其实我旧的瓦斯炉也还是在工作的，不过我感恩节特价捡了一个便宜，所以我就把新的买了。我们现在把旧的拆下来，首先我们把它拉出来，不要拉出来太多，不然可能会损坏瓦斯管线。瓦斯炉还是有电线的，大概是时间以及点火用的。我们把它断开。瓦斯的进气口有一个阀，我们把它转90度就可以把瓦斯关闭。但是管线里还会有残留的瓦斯，所以拆开前请先打开抽风机，最好也把窗户的也打开。这里除非你要换新的管线，不然可以直接使用旧的。我建议像我一样直接使用旧的，因为这些接口用了管线接头连接剂，所以不是很好下，下下来也需要重新填胶，所以不动它们我们就可以省去这些麻烦。我们最后也会使用管线接头连接剂。如果各位打算断开这里，连接的步骤都是一样的。我打算断开的部分是这个管线连接瓦斯炉的部分，这有两端，左边的一端使用了管线接头连接剂，右边部分则不需要。我们断开没有连接剂的部分，这部分比较容易断开。分开后，我们可以把瓦斯炉拉出来。这边我尝试断开有连接剂的部分，不过有点转不动，太大力我怕直接把管线搞坏。如果你买管子的话，这个部件是附带的。买管子时记得注意种类，一种是烘干机的，我们需要用瓦斯炉的。除了连接器，我们也需要买管线接头连接剂。这个东西种类有很多，因为有很多不同种类的管线。瓦斯的话，我们要用这种白色像水泥一样的 PTFE， 涂在连接器比较平的那一端，绕一整圈，尖的那一端连接管线不需要涂。涂好涂满之后，我们把它转进去这个瓦斯的进气口。这个原先用了一个塑胶塞塞住了，我们把塑胶塞拔出来之后，然后顺时钟旋转转上去。当然为了确保不漏气，我们要用扳手用力转一下，还是要控制一下力度，不要把其他部件弄坏了。接好之后，我们等它干一点后，就可以把电接上。然后我们将黄色的瓦斯管线接回去。接好之后，我们把红色的旋钮旋转90度，也就是瓦斯的进气阀打开。我们可以拿洗碗巾加点水，最好先打一些泡泡。像我这样没有预先把泡泡打出来，其实测试效果不好。把泡泡水涂在接口处，我们就可以看看有没有漏气。如果气泡出现了，就是有漏气。这方法需要在接口处涂泡泡水，而且也不一定准，所以我建议买一根这种测瓦斯的电笔。然后我们可以测试一下能不能点火了。我建议各位炉子可以像我这样垫一层铝箔纸，这样以后比较好清理。点火没有问题，底下这个固定的金属片也可以换成新的，有时旧的并不完全匹配。最后将瓦斯炉推回去，然后我们把铁架放回去，再测试一次，没有问题，这样就完成啦。如果您觉得视频有帮助，请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我会尽量更新各种居家建议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非常感谢，谢谢收看。居家101内容主要分为维修、维护、安装、升级、清洁以及产品使用的心得。希望各位以最少的经费来达到最高的生活品质。各位用不到这些技能自然是最好，但是如果遇到，希望视频能对你有帮助。谢谢。